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在人间热播砸场，奇幻火车加多重人格设定太上头。在人间以赛博朋克风颠覆传统国剧，赵丽颖分饰多角演绎人格迷宫，现实与虚拟交织中追问谁才是真正的我。这场脑洞大开的意识流冒险，正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绝妙隐喻。真稀奇，简直是个谜。大爷变成了大妈，还一脚跨进了个奇怪的时空门。这是一趟飞快冲刺的火车，倒计时一下，一节车厢就自己骂着我不干了，卷铺格走人。姑娘们的跟车厢里的人唠一刻，趁着倒计时还没到头，赶紧找办法自个儿搭救自己。火车有时候飞快穿山，有时候悠哉漂水面，脑洞大开，真假难辨。那些致命的时刻，全都躲在这些梦里闪烁的小细节中。这段故事来自赵丽颖新上线的剧《在人间》，刚一播就火速窜到热播榜的头条，热度直冲7250，其他剧都被她甩得远远的。咱们得认个事实，赵丽颖好像还是那位收视率的女皇啊！这部剧的气场跟其他国产剧简直就是两回事儿。这剧啥都有，结构和剧情玩得特别高级，小番茄看得一脸懵，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做梦。慢慢琢磨这6集，才知道它的奥妙，其实根本不在剧里。这部剧开头就像把3个人的爱情揉成了一团，外星来客也忍不住想凑热闹，简直是国剧界的先锋代表。在人间真是一场接地气的盛宴啊！网约车的司机徐天银仿演对经常上他车的姑娘贾小朵赵丽颖眼动了心，他竟然开始悄悄地拍别人坐车的视频，真的是笑得我肚子疼。真相大白，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贾小朵的男朋友王阳明张一山氏就像从天而降一样突然冒出来了。3个人唧唧歪歪，闹得一团糟，结果车祸闹出了事。徐天一脱身，就琢磨着要在虚拟测试里探个究竟，看看贾小朵这位心目中的女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实验室里，一坨药水飞进眼睛，她瞬间变成了贾小朵，径直闯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扇私密大门一开，竟然是一列飞奔的火车。每个车厢里都有个人被锁住了，还有个钟在滴答滴答倒计时。她想跟那些人聊聊，可每次一到时间，火车就像喝了雄黄酒一样，直接炸了，连人带车一起飞灰烟灭。卡在头等车厢里的是外科大夫于蛋，这家伙写了3年信给他妈，就跟喂猫没见过猫粮一样，依然杳无音信。他车里的纸片像下雪一样乱飞，心里的执念重得像座大山。当贾小朵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着给于蛋写回信，想带他逃，可于蛋偏要他把信念出来。最后车厢一头栽下悬崖，于蛋就这么噌的没影了，掉进了深深的山沟里。第2节车厢里被夹的是个青春洋溢的小姑娘柳条儿，这车厢就像个小监狱，那姑娘得了广场恐惧症，自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拼命管着吃的。外卖刚从窗户进来，她啃了一口，结果马上把它喷了出来。真有意思，外卖小哥一来，火车站的地址居然变成了新源里那块儿，那简直就是贾小朵在生活中窝着的地方。这时虚的和实的开始搅合在一起，作为观众，真真假假的界限也开始变得不清楚了。等到时间一到，柳条儿一头扎进深水里，这种朦胧的感觉才被刺眼的死亡撕得粉碎。火车一直开，徐天这个贾小朵的身份就像是在水里划船，啥也没捞着。他猛地一惊，以为自己从虚拟梦境里爬了出来，结果发现贾小朵在教室里等他去攀岩，头顶上还挂着个大月亮，真是晕啊！徐天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在啥地方，感觉就像进了个精神的牢笼，真真假假让他头大。他无意中撞见的那本病历上，徐天、贾小朵、王阳这3个人名，就像在舞台上变脸一样，不同场合里来回变换。虚拟的天地，真实的地方，做梦和清醒，
这些界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徐天在脑袋里的混战，还是说他开启了史上最疯狂的思想逃亡赛？番茄大叔不想把剧情提前透露，留给大家自己去挖掘哦。这部8集的小剧，故事特快，看人从天而降，设定挺有意思，真让人捧心儿。这部在人间可不仅仅是个悬疑剧，它还掺了点科幻，简直是一场脑洞大开的3重人格派对。赛博朋克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啊！里面混合着人物的生存难题跟爱情抉择，同时也偶尔揭露出人性的小秘密。这股奇奇怪怪的风格，全靠他在3个层面上的大胆挖掘，每一层面都给国产剧的创作框架来了个大翻转。在人间可咋了？国剧在故事架构上搞了一次大变革。传统的国产剧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一步一个脚印的讲故事，因果关系清清楚楚。可在人间这部剧则像个花里胡哨的艺术家，脑袋里装满了各种想法，把故事捏成了一团复杂的大麻花。这玩意儿搭了个复杂的网络，各种世界交织在一起，现实中的楼房黑乎乎的，虚拟里的色彩却像流动的果汁，俩者看着是天上的下，但界限却模糊的像隔壁老王家的饭香。导演徐冰在把握故事节奏这件事上，简直就像捏面团的老手，得心应手。他心里门清，啥时候放料，啥时候来点悬疑，啥时候揭晓谜底，啥时候又让你更糊涂。每集的小标题都藏着小心机，真是用心良苦。观众啊，总是搞不清楚下一步会发生啥，总是在我懂了和哈哈完全无语之间晃悠。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恰恰让这部剧魅力大发。多重人格的设定，得靠这种复杂的故事框架才能把它的精彩都展现出来。而现实和虚拟的混杂，恰好是现代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当观众跟着主角在各个奇幻世界里来回折腾时，其实也是在进行一场心灵深潜的旅程。另外，在人间的画面美得让人挠头，简直是前卫的不知怎么回事。上次我见到这么震撼的场面，还是在《三体》那部神书里。很明显，这个剧组的钱花得像撒盐一样，特效真是贵得离谱。它这冷冰冰的颜色和闪亮亮的霓虹光一搭配，整部剧瞬间就变得像外星人来了似的。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冷冰冰的写字楼，在阳光下显得暗淡无光，正好捉住了城里人那股压抑的感觉。在那虚拟的异时天地里，液体霓虹欢快地在 LED 屏上流淌，漂浮的电子粒子仿佛在跳舞，把赛博朋克的梦幻美感演绎得无可挑剔。更让人拍手叫好的是那些带着深意的图案设计。鸵鸟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慢吞吞地走着，凸显出城市人那种不合群的尴尬与逃避的心态。蝴蝶在喧闹中翩翩起舞，给人一种蜕变和重新开始的希望。镜子老是冒出来，让你不停确认自己是谁，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画面可不是普通的眼睛享受，而是心底里那些想法的具体表现。再加上扭曲的镜头、感官炸裂的音响效果和那种随意剪辑的手法，简直就是滑得跟黄油一样，观影体验无敌。最后，咱们就是在各种类型混搭上拼了命，还深入探讨了一下人生的大问题。在人间最疯狂的地方有2撇，这东西说不清楚，乱七八糟的。这部剧儿啊，真是个大杂烩，既让你心里咯噔一声，又能让你飞到外太空。同时里面还有甜蜜的恋爱和心理学课程，简直就像在玩无穷无尽的电子游戏，还时不时给你来点文艺范儿的深度思考。这种类型在国产剧里简直是稀有动物，创作者得有超强的整合本事和艺术信心才行。这玩意儿里藏着人性那些见不得人的小秘密。这种多重脑袋的设定，让剧集像过山车一样刺激，各种小心思都找到了发泄的地方，真是现代人心里的小九九全上场了。就像鱼蛋一家烂得跟筛子一样，柳条儿跟人打交道就像喝了门神的神水，铁林整天愁眉苦脸好像要被生活追着跑一样。
这些性格不是单纯的病，但他们就像是城市人心里小秘密的艺术化吐槽。在一个物件分得跟颗粒似的社会里，个人咋弄才能知道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在这年头，虚拟和现实都混成了一锅粥，咱到底哪位才是正牌的自己呢？这段时间总是在怀疑自己又安慰自己，不仅是在人间的灵魂拷问，简直就是给的城里人发了一份摸不着头脑的问卷。赵丽颖的演技真是大变样呀，尹昉和孙千也发挥得不错，这部剧今年肯定要火。赵丽颖这个85后女神又重新回到热搜了。前面有乔妍的心情，后头来了向阳花，在人间也正好上线。贾小朵这角色就是挺难搞的嘛。这个角色的厉害在于，她一方面是个独立的个体，又像是徐天的小尾巴。她的像个变色龙似的，在冰冷和娇弱、精明与感性、真实和幻影之间来回折腾。让番茄君乐开了花的是，这回赵丽颖把贾小朵演得真是不简单，层层叠叠，差别可大了。在徐天石面前，她的眼神里一边打量着，一边又像在试探，既有点疏远，又透出几分亲密。这种复杂的心情可不是谁都能轻易描述清楚的。当贾小朵身体里的徐天醒过来时，他的脸上瞬间就多了几种神情，连说话和动手都是另一套架势。这变化让人感觉可不是故意的，全是水到渠成，让看的人真心觉得这俩性格就像同居在一个身子里。他一边脸红心跳，一边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动不动就像要吃人的熊。那跟赵丽颖对戏的时候，简直是你挨我凑，我凑你挨，两人默契的吓人。还有张一山演的那个王阳明，把疯癫表演的简直就是一场狂欢。孙千演的柳条儿在那种疯狂的情况下情绪怦然大作，真是让人感同身受。还有董子健、周一围那俩小伙子，每个角色都藏着小九九，各自都有独特的脾气和性情，跟徐天之间还能聊聊家常。这感觉就像一碗酸甜的糖醋鱼，让在人间的悬疑部分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追下去。在人间这本书的精髓就是告诉咱们，现代人咋在荒唐的日子里找到治愈的方法，和咋在孤单里给生活找个乐子，这可是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啊。这城市里人们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却一个个都像隔壁张大妈家的狗，根本不认识了。剧里所有的关系都是拼凑的和临时的，网约车的小哥跟乘客，点外卖的顾客和送餐员，那种一次性密室里的角色，这不就是咱现代城市生活的真面目吗？徐天搞出来的贾小朵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救自己的一招妙棋。当外面的世界不给力，爱心和理解都跑光了，人类就像野兔子一样，开始在脑袋里捡起幻想来补救。贾小朵朝徐天一脸懵逼地问：“你对我爱到啥程度？”徐天爽快回应，直接爆表，10级超标。双引号，这看起来像有点神经病的自我陶醉，其实是他自己在拯救自己呢。在一个人们都忙着打麻将，没人愿意陪你聊心事的社会里，学会拥抱自己可能是唯一能继续混下去的办法。这剧里老是喊我就是你，这不仅展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大声宣讲哲学呢。咱们心里都藏着一个小我，那货常常捡起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和最怕的事情，真是个麻烦货。要学会跟那个另一个自己好好搭伙，聊聊天，一起混，甚至搞点亲密关系，这可是每个人必修的课程哦。在人间不是让你躲避现实，而是说就算处在最搞笑的境地，人类还是有本事创造出有意义的东西和美好的生活。在人间的厉害之处，就是给国产剧打开了新的大门，让人觉得今后可以干点新鲜事儿。这说明观众对那些复杂、深邃，还带点哲学味儿的作品还是能接受的。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创作者不光有实力，还能搞出国际水平的先锋作品来。咱们聊到国剧的明天时，在人间这部戏就像个好榜样，能给咱们不少启发。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
在人间告诉咱们别急，放慢脚步，回头瞧瞧自己，找出那个真实又完整的自个儿。真正的解药不是把疼痛赶走，而是学着和疼痛跳个舞。真正的成长不是让自己像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和自己的槽点和平共处。在搞笑的胡扯里捡尸，孤零零的日子里做热乎乎的事儿，在梦里摸索真相。这大概就是咱每个人都得摸索的在世上混的门道吧。随着在人间的热播，一场关于现实与幻想交织、多重人格共鸣的情感风暴席卷而来。赵丽颖作为主演，以其扎实的演技与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再次将观众带入一段超现实却又极具现实张力的心理旅程中。本剧以奇幻火车为核心意象，通过一列穿梭在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列车，串联起一位女性在多重人格下的精神救赎与自我重构。其构思之大胆，表现之细腻，令无数观众大呼上头。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是一位看似普通却经历心理创伤的女性，在遭遇生活的重压与情感的崩塌后，她的内心世界逐渐裂解，进而演变为多重人格的对抗与融合。这一角色对于任何一位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区分人格之间的语调、神态、肢体，还要在情感层面上实现层层推进、细节递进。赵丽颖在此剧中的表现堪称教科书式飙戏，她不仅完成了人格之间的流畅切换，还在细节处展现出每一个人格独特的探险归来。王一博的极限之旅曝光，震撼经历令人热泪盈眶。王一博深入人迹罕至的秘境，克服险峻地势与恶劣环境，揭开神秘古迹的面纱，发现珍贵文物，展现非凡勇气与智慧。在风起云涌的娱乐圈中，王一博的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然而，最近他的一次神秘探险，却再次让粉丝们惊叹不已。今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次探险的神秘面纱，看看王一博是如何在未知的领域中创造传奇的。王一博，这位年轻有为的艺人，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在探险的道路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近日，他成功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之旅，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在这次探险中，王一博深入到了人迹罕至的秘境，与大自然进行了亲密的接触。据悉，王一博此次探险的目的地是一处被遗忘的神秘古迹，这里隐藏着无数未知的秘密，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前来探寻。然而，由于地势险峻，环境恶劣，能够成功抵达此处的人寥寥无几。但王一博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抵达了目的地。在探险过程中，王一博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还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他不仅要面对恶劣的气候和地形，还要与各种野生动物进行斗智斗勇。然而，正是这些挑战，让王一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让他更加珍惜生命和自然。经过数日的艰苦跋涉，王一博终于揭开了神秘古迹的面纱。他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遗迹，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历史文化，也为我们揭示了更多未知的世界。王一博的这次探险经历，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勇气和智慧，更让人们感受到了探险的魅力和意义。王一博，一个在舞台上闪耀，在荧幕中沉稳的名字，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坚韧与勇气。这一次，他并非以演员或歌手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而是以一名真正的冒险者，完成了一场极限挑战之旅。从高原到荒漠，从极寒到酷热，每一步都书写着热血与信仰的注脚。正是这样的经历，不仅震撼了屏幕外的观众，更让无数人泪目动容。这段旅程不是综艺的精心剪辑，也不是剧本的虚构设计，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从探险开始的那一刻起，王一博就明确告诉自己，这不仅仅是体能与勇气的挑战，更是心灵与信仰的较量。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环境中，他没有一丝退缩。在高海拔缺氧地带，他
他坚持徒步10几公里，在极度干燥缺水的荒漠中，他学会如何节省每一滴水，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寻找生存之道。这种挑战不仅考验体能和智力，更是对意志的极限拷问。在旅程中，有一个画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他站在风雪交加的山巅，衣衫单薄，却目光坚定。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是默默注视着前方，仿佛那是他心中唯一的方向。有人说，那一刻，他不是明星，而是一位真正的勇者。他的身影定格在雪地中，却点燃了万千观众心中的火焰。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拼尽全力、不畏险阻的灵魂，看到了一个以生命热度照亮世界的王一博。探险不只是表面的艰难，更是在孤独与未知中与自己对话的过程。在无人问津的山谷中，他独自生火，搭建简易帐篷，在黑夜中听着野兽的低吼，忍受恐惧与寒冷的侵袭。在日复一日的行程中，他开始从任务变成信仰。他曾在采访中说，探险让我学会了真正的尊重自然，也让我学会了谦卑和敬畏。这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从汗水和泪水中淬炼出来的感悟。他在这趟旅程中所展现出的责任感同样令人敬佩。当同行的工作人员因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时，是他第一个备上装备，协助同伴行进。他不再是那个被保护的明星，而成为照亮团队的核心力量。他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担当，也展现出在困境中依旧温暖他人的胸怀。而对于粉丝而言，这场极限之旅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很多粉丝在社交平台留言，王一博不仅帅在外表，更帅在他面对挑战时的无畏。我看完纪录片哭了一夜，他把我们没有勇气做的事，替我们走了一遍。王一博是我们这代人的英雄，不是因为他多有名，而是他用自己的真实告诉我们，坚持和勇气可以穿越一切。这些话语不是简单的追星语录，而是真正源自心底的共鸣。王一博的探险旅程还深刻地启发了许多年轻人对生活的思考。在一个快节奏、功利化的时代，很多人习惯于选择舒适圈，而王一博却以身作则，主动走出温室，挑战未知。这是一种罕见的勇气，也是一种宝贵的榜样力量。他没有宣扬成功学的捷径，也没有贩卖鸡汤的空话，而是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用行动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成功不是偶然，是不断迈出舒适圈后积累的厚度。这场旅程最终被拍成纪录片在网络上线，播出后迅速引发热议。不少专业探险人士也对王一博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他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却以最真实的态度完成了所有挑战，哪怕体能不及，但精神意志几乎是全组最强。他不是体验派，而是沉浸派，这份投入远超我们的预期。这些评价从专业角度印证了他此行的意义，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这个曾经只被当作偶像的男孩。如今的王一博正在以多面身份走向世界。他既可以是摩托车赛场上风驰电掣的冠军，也可以是电影中沉稳内敛的角色，还是探险旅途中执着坚定的挑战者。他打破了大众对偶像的固有认知，也打破了自己人生的边界。在这个浮躁时代，他像是一束坚定的光，照亮了许多人内心的迷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王一博的这段旅程中看到了什么？是那一份对生命的热爱，是那一份愿意挑战自己的勇气，更是那一份不计代价也要靠近理想的信念。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最深的感动，不在于你曾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是否曾拼尽全力去触碰那片遥不可及的梦想。让我们怀着敬意，为这位少年鼓掌。他不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造梦者，而是一个真正活出极限风采的实干者。希望王一博在未来的每一步都继续带着这份炽热与坚定，继续去探索，去挑战。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身上汲取一份向前的勇气，不惧人生风雪，
不怕路途艰辛，勇敢做自己的探险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